工作忙，节奏快，生活压力大，给自己充电是最基本的需求了。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睡个好觉都变成了一种奢侈品。越来越多的睡眠问题开始困扰着我们，白天各种琐碎杂事影响晚上的睡眠，晚上睡不好又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如此一来恶性循环。当然，你不是一个人在与睡眠问题斗争。研究发现，20%的美国人在工作日睡眠时间不足6个小时，日本人的平均睡眠时间还要少得多，可见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好在有这样一位大神，通过其独创的 R90 睡眠方案和修复睡眠的7大关键指标，为众多人士解决了睡眠难题。尼克·利特尔黑尔斯从事睡眠科学研究超过30年，英超曼联御用的运动睡眠教练， NBA 奥运会英国代表队，皇马俱乐部指导顾问。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位运动睡眠教练的睡眠革命。咱们老规矩，电子版已经分享在评论区，小伙伴们可以免费下载阅读。还望一键3连，咱们言归正传。我们先来看看2个关于睡眠的误区。8小时健康睡眠理论科学吗？现在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不科学。8小时其实是每晚的人均睡眠时间，而不是普遍适用的推荐睡眠时间。英国首相撒切尔和雅虎总裁梅耶尔每晚只睡4到6个小时，而网球传奇费德勒和飞人博尔特每晚需要睡上10个小时。如果你并不需要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是强迫自己睡8个小时，那就是在浪费时间。很多运动员每晚也睡不上8个小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时间安排很紧，而是因为他们以睡眠周期衡量睡眠，而不是执着于每晚睡几个小时。2. 睡得晚起得晚是坏习惯吗？小伙伴们可以放心了，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其实世界上有2种不同睡眠类型的人，一种是喜欢晚睡的人，就像猫头鹰；另一种喜欢早起，就像云雀。如果你是猫头鹰，那晚睡晚起也是正常的生物规律。睡眠类型并不会限定你起床和上床的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生物钟是不同的，几点分泌褪黑素，几点睡眠最深都因人而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4、5点自然醒，有些人8、9点还要闹钟催。但是这2种睡眠类型不会相差5、6个小时这么久，所以你可不要拿这个当做你每天熬夜吃鸡的理论依据。如果不太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我给小伙伴们找到了慕尼黑大学的睡眠类型调查问卷，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睡眠时间和起床时间，亲测很准。生物钟是如何决定你作息的呢？生物钟更专业的名称是昼夜节律，它24小时调节着我们多个内部系统，包括睡眠和饮食习惯、激素的分泌、体温、灵敏度、情绪和消化，使其与地球的自转相一致。我们的生物钟是根据一些外部的线索而设定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日光。晚上光线渐暗，身体就会分泌褪黑素，积累睡意。天亮的时候，身体开始分泌血清素，抑制褪黑素，驱散睡意，我们就醒了过来。贪睡赖床的另说。一般昼夜节律是按照这样一个周期来的：晚上9点开始分泌褪黑素，凌晨2到3点睡眠最深，凌晨4点体温最低，6点半血压上升，7点半停止分泌褪黑素，9点分泌睾酮，下午6点到7点血压和体温最高。从上面的睡眠类型我们知道，时间是不固定的，因人而异。这个是理想状态下的生物钟，但是现在我们该睡觉的时候，电脑、手机、悠悠闪烁的小灯、翻不到尽头的信息，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各种小玩意儿的出现，妨碍了褪黑素的分泌，推迟了我们的生物钟。这就是为什么你熬夜打游戏，发现自己越睡越晚还精神满满，不是你突破了人类的极限，而是生物钟被打乱了。作者提出的 R90 睡眠周期指的是以90分钟为一个周期，获得身体修复。我们每个睡眠周期一般由4到5个不同的睡眠阶段组成，可以把完成一个睡眠周期的过程想象成走下几段楼梯完成一段行程。当我们关上灯准备睡觉时，就像站在这几段楼梯之上，而沉沉睡去时，就像走到这几段楼梯之下。第一阶段，楼梯上似睡非睡，关灯睡觉，接着我们进入半睡半醒的阶段，就像在楼梯上，有时候我们会感到突然坠落而浑身一哆嗦，所以这个比喻还是很形象的。这个阶段很容易被惊醒，比如有人开门大声说话，我们就被推到了楼梯上，得重新下楼了。第2阶段，楼梯中浅睡眠。浅睡眠时，我们的心率和体温会下降，这一阶段的睡眠时间占比最高，就像走了一段长长的楼梯。此时如果有人大声喊我们的名字，我们还是会被重新推上楼梯醒过来。如果没有干扰继续下去，这一阶段能整合信息并提高运动技能表现。第3阶段，楼梯下深睡眠。深睡眠阶段，我们已经来到楼梯下，别人需要很用力才能把我们摇醒。睡眠的生理修复大多产生于这一阶段，人体生长激素的分泌也大量增加，促进生长发育。看来睡得好长得高是有道理的。第4阶段，螺旋滑梯快速眼动睡眠。第3阶段结束后，我们重新走上楼梯，从浅睡眠区做一遍螺旋滑梯，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此时大脑开始做梦，这个阶段有益于开发创造力。这一阶段结束后会醒过来，但是通常情况下是直接进入下一个 R90 睡眠周期，我们也不记得自己曾经醒来。
理想状态下，睡眠模式就是睡眠醒来，睡眠醒来，从一个睡眠周期顺利过渡到下一个睡眠周期。我们感觉自己连续的美美的睡了一晚，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自己完全不了解睡眠？是不是解开了很多睡眠疑问？比如似睡非睡的时候为什么会突然惊醒？为什么一觉可以先后做好几个梦？为什么有时夜里会频繁的醒过来？为什么睡眠时间短的自然醒，人很精神，而睡眠时间长的被动醒，依然很困？R90睡眠方案是什么呢？一般每周获得35个睡眠周期是最理想的，平均到每天大约是5个睡眠周期，也就是 7.5 个小时。但不必纠结具体数字，每个人所需的睡眠周期数量和每个周期的时长都不太一样。R90方案就是从自身出发，找到各自适合的睡眠方案。你可以先从每晚5个睡眠周期开始，看看7天之后感觉如何。如果太多可以减少，不够也可以酌情增加。当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时间并按此执行后，将充满控制感。等到计划得心应手之后，还可以视具体情况快速调整，应对比赛、赶项目等特殊情况。7天测试需要注意3个问题：一、根据情况固定起床时间，你可以回顾自己的日常生活，把所有的工作和个人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定一个固定的时间点，一般比你上学或上班提前90分钟，然后往前推 7.5 个小时，每天按照这个时间点来安排睡觉时间。2、尽可能保证规律性睡眠。因为夜间不同的睡眠周期，各阶段占比也是不一样的。较早的周期中呢，深睡眠占比更大，而较晚的周期中，快速眼动睡眠占比更大。不要连续几天打断睡眠计划，那样是测不出的。3、出现意外情况合理调整。如果偶尔有一天错过了原定的睡觉时间，不要担心，可以推迟90分钟，但起床时间不变，这样你还有4个完整的睡眠周期。7天后你就知道你的身体和大脑是否喜欢这样的作息。如果总是早于计划时间醒来，那就可以把睡眠周期降低为4个，再来7天。如果总是起不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加一个周期。一开始可能需要闹钟，但不久之后，你的身体会在固定的时间自然醒来，而且你会发现一整天都精神十足，元气满满。利用好睡前醒后的90分钟，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也能让我们在白天状态更好。睡前90分钟不要再吃东西了，关掉手机，调暗灯光，避免光线对褪黑素的移植，同时阻断各种消息的打扰。温度也会影响褪黑素分泌，卧室温度在18度左右，更利于入睡。也可以利用睡前时间整理卧室，准备明天的衣物。如果白天繁琐的事让大脑无法放空，那就回想一下，理清思绪。也可以写下来或者冥想，轻微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但不要过度。调整好状态，相信我，这样入睡你连梦都是甜的。睡醒后90分钟，刚刚醒来，皮质醇水平最高，我们不在状态，不建议立即接触电子产品。这时候回复消息或邮件可能会出现沟通问题。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到你的房间，帮你快速清醒。大约15分钟之后，才是适合处理手机中待办事项的时刻。早餐很重要，不吃早餐会让你在午饭前一直与饥饿斗争，而且影响身体健康。有条件的话，适当锻炼；如果没时间，可以步行或骑车上班。周末的时候，很多小伙伴喜欢赖床，但是要记住，计划不能乱。你可以选择完成醒后90分钟的例行程序后，再回到床上休息，看个电影，刷刷手机，娱乐一番。看完睡眠之后，我发现自己睡了30年，竟然完全不了解睡眠，而且之前一段时间压力大，晚上褪黑素，白天咖啡因，感觉随时能把自己送走的状态。现在想想，各种手忙脚乱、捉襟见肘，可能仅仅是少了点激素。拉上窗帘，调暗灯光，放空自己，让褪黑素带你进入一个高质高效的睡眠。醒来你会发现，你能掌控的不止睡觉，生活中的问题也不过如此。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聊习惯性焦虑这个话题。为什么加上习惯性这个前缀呢？因为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点焦虑情绪，但一般情况下，只有在特定的压力事件的刺激下才会焦虑。比如张三找了2月工作还没找到，这事放谁身上都会犯愁，对吧？一旦拿到了 offer 就不会再焦虑了，这种属于正常现象。但是有一部分人，包括我，焦虑就像每天吃饭睡觉一样频繁。毕业论文没准备好，焦虑；女神没回消息，焦虑；朋友换了大房子，焦虑。甚至有些焦虑就像跟你很熟一样，来了都不先打声招呼，不明原因的让你浑身不得劲儿。不瞒大家说，我从小就焦虑，看到电视剧里有人死了，有时候我也担心万一我死了怎么办，还没谈过恋爱，还没给父母养老，现在想想跟个二货一样。
如果你也是习惯性焦虑，可以弹幕1，我知道不止我一个。今天咱们就深度聊聊焦虑的根本原因和改善方法。Know Yourself 在2019年对年轻人的调研发现， 28.01% 的人处于高焦虑水平， 65.35% 的人处于中等焦虑水平。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也对4万网友进行了一次关于职场人焦虑的调研，结果显示 85% 的人有加班焦虑， 61% 的人有晋升焦虑， 57% 消费焦虑， 47% 学习焦虑， 45% 晚睡焦虑，甚至还有 37% 的人有发际线焦虑。突然感觉头顶一凉，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你们俩长得这么丑，就不掉头发呢？职场危机、住房压力、教育内卷、健康隐患，焦虑就像雨点般打过来，让我们猝不及防。焦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外界压力和情绪控制方面，我觉得这些只是表象，而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下面4个。有一部分人生来可能神经系统就更敏感。行为遗传学研究领域发现，第17对染色体上有一个叫 SERT 的基因，这个基因短的人更可能患上焦虑症。不过这只会影响易感性，就是说焦虑的概率比别人高一些。既然是遗传，那父母很可能也会有焦虑的倾向，而这在家庭教育上的影响可能会更大。《焦虑的智慧》一书中提到，焦虑是一种偏离正轨的敏感。如果成长过程中敏感的特性没有被妥善关注和处理，父母也不知道如何引导孩子度过这些情绪化时刻，敏感情绪最终会演变成焦虑。就像我小时候，在我爸妈眼里，没有什么是打一顿解决不了的，所以我肯定不敢把我担心自己死了这个事儿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只会往死里打。公号利维坦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比如一只狗饿了就去找吃的，困了就回窝睡觉，它的大脑就只是解决当下的问题。人类的祖先原始人也是一样，对于饥饿、寒冷、危险的焦虑就是行动的动力，焦虑也总能得到及时反馈，这是人类科学家所说的即时回馈环境。然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延迟回馈环境，焦虑也被重新定义了，我们做的很多事儿都是在很久的未来才能兑现，比如上学是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上班是为了将来买房子娶媳妇儿。问题就出在大脑进化没赶上趟，还保持着适应即时回馈环境的状态，未来的不确定性就在当下形成了一种时间错位，困扰着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叫优势呢？因为一旦感到焦虑，我们会进入一种应激反应状态，这个时候就像小宇宙爆发一样应对危险，但它耗能也高啊。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我们就会感到没精神、没食欲，免疫力也会降低。焦虑是对未来威胁的一种防御和恐惧情绪。重新认识焦虑这本书对巴甫洛夫实验做了一个延伸版本。实验是这样的，第一阶段，他们通过声音单独刺激笼子里的老鼠，老鼠开始适应这个环境。第二阶段，声音出现后，紧跟着电击老鼠，几经折磨，老鼠把声音判断为警告信号，只要声音一响，老鼠就会木僵，这是一种先天防御行为，神经运动性移植状态，表现为僵住不动。第三阶段，取消电击，只用声音刺激，老鼠还是会木僵，这个过程被称为威胁条件反射。虽然是条件反射，但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条件刺激引发反应的能力，也就是这条防御神经回路被激活了。控制恐惧情绪的部位是杏仁核，这个过程是威胁性刺激激活杏仁核，杏仁核对刺激进行加工，从而引发恐惧反应。比如张三有社交恐惧症，杏仁核就会加工社交中不确定的威胁，尴尬咋办？出手咋办？从而让他宅在家里。心理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而且造成焦虑的心理因素还不止一个。这里总结了3点：一、压力管理失常。焦虑是压力引起的，但其实我们能发现啊，同样的压力在张三这儿是压力，在李四那儿就没问题。心理活动会影响对压力的处理方式，第一次克服了压力，第二次就稀松平常了。反过来，第一次因为恐惧而逃避，之后一旦出现就会习惯性焦虑。二、控制欲的作祟。未来的不确定性本来就是不可控的，但是有些人控制欲很强，结果就是在二者的矛盾中不断拉扯，身心俱疲。比如一个考试，你越想通过，心理消耗就会越大，焦虑感也会越重。三、讨好型人格的牺牲。讨好型人格都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太顾虑别人的情感安宁，就会让心结越来越大，再加上担心内心想法会影响关系的和谐，所以都是自我消耗，进一步加重焦虑。并不是一焦虑就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如果你的焦虑并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让你坐立不安、胸闷气短、睡眠紊乱，也没有明显影响到工作、学习等正常生活，就可以通过下面4个方法来改善。
焦虑是一种进化优势，它可以让我们发现潜在的威胁，提高警惕。比如要考试了，焦虑的人一定会提前复习，做好准备。心大的人可能到前一天才想起来。所以适当的焦虑可以提高行动力、效率和表现。不过压力一旦过大，并且是持久性的，大脑就会蒙圈。这可怎么办？是逃是打还是木僵啊？竟然会给你的身体和心理传递一些防御信号。相比防御，我们可以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来处理、接受。可以借助下面2个技巧：一、用输出方式感受。如果觉得不好意思给别人说，就写下来，什么事件导致的焦虑，哪里感觉不舒服，心理和身体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写完你会发现，这些感觉不是消极的，他们的目的不是让你难受和逃避，而是让你重视起来，应对困难。谁会排斥提醒自己的助手呢？对吧？2、正念冥想法。我们内心的丰盈也有其发展规律，而且没办法通过外界工具来填充，只能慢下来、静下来，关注内心的真实想法。每天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坐下来，专注自己的呼吸。前期可能会走神儿，有个松静入定法很好用，就是吸气时默念静，呼气时默念松。它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掌控感，接受原本接受不了的焦虑。弗雷德里克·方热医生在《医治受伤的自信》中介绍了一种方法，叫走到灾难的尽头。就找一张纸，左边呢就写最坏的结果，一步一步往下写，每一步都往最坏的地方想。比如开会没准备好，客户对方案很不满意，终止合作，老板把我骂了一顿，炒了我，新工作也找不到，老婆也不要我了，我严重抑郁，被送进精神病院，最终在精神病院走完这凄惨的一生。右边写最坏结果的备选情境，开会没准备好，客户对方案不满意，让我修改，老板把我骂了一顿，罚了半个月薪水，我找到了新的工作，老婆还是留在我身边，我得了抑郁症，但积极接受治疗，康复并重新开始生活。两边对比之后，咱们能发现最坏结果就跟我小时候担心自己死了一样傻，而正常的情况其实都在备选情境里。写下来之后，你就能把注意力从最坏预想转移到备选的情境当中，之后的每一步也像有了计划一样，不确定性的概率降低，掌控感自然也得到了提升。这个方法我觉得是最硬核的，这也是行为和认知治疗师比较认可的一种治疗方法。简单的说，就是怕什么就让你干什么，反复接触让你焦虑的事物和场景，比如从马上掉下来就再回到马上去，恐高就强迫自己站在高处。要消除恐惧，一个人必须克服习惯性回避，并且重复暴露于能诱发恐惧的刺激中，经过消除作用，对刺激的反应会逐渐减弱，进而意识到刺激并不能真正的伤害自己。这个方法又分为实景暴露和想象暴露，前者是直接进入真实的场景，比如社交恐惧，就在一段时间内频繁地参加各种会，多跟陌生人交流，身体已经跨过了这道坎儿，内心的坎儿也就变得容易了。如果有些场景让你非常排斥和焦虑，没有勇气直接接触实境，就可以先用想象暴露法，就是在大脑里刻意的想象让自己恐惧的场景，或者通过图片、电影的形式，直到对刺激的敏感度降低，不再焦虑就可以了。当然咱们自己可能不太会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对待自己，所以一般情况下需要别人的帮助。焦虑是对未知威胁的防御情绪，但是我们又没办法控制大脑不去想这些，因为大脑只能决定自己想什么，决定不了不想什么，这叫做白象效应。比如我跟你说，你想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想白象，你会发现白象不停地闯入自己的脑海。所以要让大脑不关注焦虑情绪，就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可控的地方上。咱们之前提到过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里面有2个概念，影响圈和关注圈。关注圈就是咱们日常关注的，比如天气、新闻、事业，当然也包括焦虑感。影响圈是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事情，比如努力学习，成绩就会提升。这个概念的核心是提醒我们关注自身能控制的方面，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可控的方面。比如我担心考试考不好，想考题能不能简单点，时间安排在上午会不会好点，关注这些没什么用。反过来，我担心考不好，就把复习资料拿出来，多看一遍，没准就多对一个题。而且这个方法还能帮我们有计划的支配行动。我们以焦虑的事情为终点，通过流程图往前推，制定计划，找出能改变的影响圈，重内关注，不能改变的关注圈，不去纠结，然后从起点开始，再向后推，支配行动，一步步下来，会发现掌控感会越来越强，焦虑感会越来越弱。好了，4个方法都分享完了，除了第3个，其他的我觉得都比较简单易行，而且如果4个方法一起使用的话，能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消除习惯性焦虑，亲测有效。所以铁子们如果觉得还不错，3连就不要下次一定了。如果你的焦虑比较顽固，可以留言告诉我，我再想想办法。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女孩以为找到了真命天子，却不知道一步步落入对方情感操控的陷阱中。
他更不知道自己梦寐以求的童话般爱情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今天的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我们来看看情场高端猎人是如何诱捕猎物的，以及这段爱情骗局背后的6种心理操控术。29岁的金发女孩塞西莉，虽然到了妈见愁的年纪，但她一直憧憬着童话般的爱情，所以7年间，她在交友软件 Tinder 上不停地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这一天，塞西莉跟往常一样刷着 Tinder， 突然看到一个长相帅气、穿着时尚的男生西蒙。通过对方主页的 IG 地址一查，塞西莉看到了更多生活照，名车豪宅，到处旅游，参加各种派对和商业活动，还有很多粉丝。看着这个事业有成又年轻帅气的小伙，塞西莉心动了，这不就是自己要找的白马王子吗？随后，塞西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右滑配对，好巧不巧，对方也右滑了，两人配对成功。Tinder 的操作是这样，看到一个人不感兴趣就往左滑，感兴趣就往右滑，如果两个人都右滑就配对成功了。为了维持第一印象的热度，西蒙传来信息，约他在伦敦的一家豪华酒店见面。跟很多网恋的照片不同，塞西莉发现西蒙不仅跟照片上一模一样，而且真人还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自己完全被他吸引住了。殊不知，这是西蒙诱骗猎物的第一步，包装自己，打造光环效应。我们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通过某些特质以偏概全地评价这个人。长得帅气的人性格应该也不会差，懂得享受的人应该很有能力。西蒙通过豪车、名表、旅游、派对这些照片，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带有光环的人物形象，让塞西莉迅速产生好感。我们看小红书、陌陌上全都是帅哥美女，身边都是普通素人，就是因为他们都开过光。不过对于相亲、面试等重要场合，穿着正式确实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人生若只如初见，第一印象一旦产生就很难改变了。约会的时候聊的工作，西蒙告诉塞西莉，他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制造商 LLD 的 CEO， 父亲是著名的钻石大王，自己也就是钻石王子，妥妥的天花板级别的高富帅。但是太过完美的人往往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所以西蒙也适当露出了瑕疵和脆弱的一面。他说自己有个2岁的女儿，但是已经跟孩子妈妈分手了，由于工作原因需要经常辗转各地，所以也渴望有个人陪伴。为了增加真实性，约会当天，西蒙就邀请塞西莉跟自己一起去保加利亚出差。就这样，塞西莉乘坐着西蒙的劳斯莱斯私人飞机一同前往。这些在偶像剧才会出现的浪漫场景竟然照进了现实，塞西莉的小心脏开始躁动不安。陪同出差的还有西蒙的保镖、前妻和他们2岁的女儿。前妻告诉塞西莉，西蒙是个好男人，即便分手了还一直抚养他们。西蒙的话在前妻这里得到了验证，塞西莉对他的好感也迅速升温。他不知道自己掉入了西蒙的第2步陷阱中，营造真实感，获取信任。跟照片一样的长相，又有高大上的背书，让塞西莉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劳斯莱斯私人飞机也能让他放下防备，人家这么有钱，怎么会骗我那点钱？为了更加真实，西蒙还用到了心理学上的出手效应，就是说太过完美的事物往往让人有距离感，相反有点小瑕疵才更接地气。这样不仅不会影响自己的形象，还能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有了前妻、孩子这些角色的客串。在保加利亚，2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接着就是爱情小说里才会有的情节。塞西莉发现西蒙身上有一些伤痕，西蒙告诉他，钻石生意是非常危险的，自己曾经被人陷害而被关了起来，身上的伤痕就是在监狱里留下的。就在这一刻，塞西莉的心被触动了。他没想到西蒙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隐藏着一段不幸的遭遇，于是他决定要用爱拯救这个可怜的男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高端猎人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西蒙的第3步就是适当示弱，加深情感连接。这一步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对方的心理活动拿捏得死死的。首先，不完美的形象再次加深了真实感，让塞西莉更加信任自己。其次，母性是每个成年女性的心理表现。西蒙恰当的示弱激发了塞西莉母性中强烈的保护欲望，想要为他有所付出。最后，通过小缺陷掩盖大罪恶，一真一假最难拆穿。即便之后西蒙的骗局暴露，塞西莉还是会相信他是被人陷害的，简直吓人诛心。所以男性小伙伴记住了，谈恋爱不能只扮演霸道总裁，还要适当示弱，对方会更愿意付出。由于西蒙业务繁忙，保加利亚疫情结束后，西蒙让塞西莉先回伦敦，之后就没再联系他，
这里划重点，没再联系。但这段梦幻般的经历始终在塞西莉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他鼓足勇气发了条信息给西蒙。几秒钟后，西蒙回复了他。之后，他们每天都会互发信息。塞西莉也逐渐认定西蒙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西蒙一边说自己忙得抽不开身，一边又给塞西莉创造惊喜，专门乘坐私人飞机去找她。这种忽冷忽热的落差让塞西莉招架不住，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这是西蒙的第4步，也是情场高手的进阶手段——间歇性强化。就是说，如果持续稳定的满足对方，对方习惯之后内心就没有了波动，反而是随机性的奖赏，才令人感到期待和着迷。举个例子，你每天给女生送一束花，时间一长她就习惯了，因为都在意料之中，没有了惊喜。这个时候你不送了，过了几天再送，她就又开始珍惜了。我们看电视剧里的老实人都是有求必应，最后女主来了句你是个好人，但咱俩不合适。情场高手就不一样了，不是一味的顺着对方，而是张弛有度，随机性的满足。这种神秘感会让人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意料之外的惊喜更能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让人产生快感，而这恰好是成瘾的过程。一句话总结就是，他一时好一时坏，你一边哭一边爱。确定关系后，西蒙对塞西莉说自己有一笔生意要谈，但这笔生意非常危险，还给他看了一些照片和监控录像，显示有人闯入他的公寓。1个月后，意外发生了。西蒙发来保镖受伤的照片和一段语音，说敌人袭击了他们，不过多亏保镖在，现在安全了。然后告诉塞西莉，敌人正在通过信用卡消费记录来追踪他，所以他的卡暂时不能用了，需要先借用塞西莉的信用卡。塞西莉二话不说就办了张信用卡，但2.5万美元的额度对西蒙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很快这张卡就刷爆了。西蒙传了张收据给塞西莉，说他已经付款给信用卡公司了，但因为是跨国转账需要一段时间，然后让塞西莉再带2.5万美元现金去找他，理由是现金不会被追踪。没办法，塞西莉只好申请快速贷款。到了这里，塞西莉依然没有察觉到这是一场骗局。你可能觉得塞西莉很傻很天真，但这其实是西蒙的第5步，付出的越多，爱得越深。心理学上有个富兰克林效应，就是说那些帮助过你的人会更愿意再帮你一次，放到爱情里同样适用。我们都以为自己爱一个人是因为对方的长相、性格之类的，但其实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的陪伴、关心、思念，我们倾注的时间和心血。所谓爱，就是一个人付出的总和，付出的越多，爱得越深。所以塞西莉会觉得承担贷款压力也是付出的一部分，付出是因为爱，爱又让他更愿意付出。为了提高信用卡额度，西蒙以 LLD 公司 CEO 的身份把塞西莉加到员工列表里，开出了一张9万多的工资单，并安抚塞西莉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额度虽然提高了，但还是一次次被刷爆，这是塞西莉从未经历过的恐慌。同时他还担心西蒙出意外，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从一家银行贷款还上一家银行的欠款，贷款金额也越来越多，达到25万美元。虽然塞西莉也怀疑过，甚至在网上搜索过西蒙所说的钻石家族，但网上确有其人。再加上西蒙10万火急的请求和看似合理的话术，让塞西莉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投入金钱。这也是西蒙的最后一步，无压力的屈从。心理学上有个登门槛效应，从没有压力的小要求开始，之后每次的要求都只提高一点点，就像上楼梯一样，每个台阶都不费力。就这样，金额从 2.5 万一直累积到25万。再加上沉没成本谬误的影响，既然已经投入了这么多感情和金钱，塞西莉不敢也不愿意往坏的方向想，只能安慰自己继续投入。塞西莉不知道的是，在他既为钱发愁又担心西蒙安全的时候，西蒙正带着新女友在米克斯诺岛旅游，他们租游艇开派对，用的正是塞西莉的钱。这场王子与公主的童话爱情故事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因为还不上债务，银行人员找到了塞西莉，塞西莉不得已说出了实情。银行人员看到西蒙的照片说，又是这家伙。这个时候塞西莉才知道自己被骗了，而且只是众多受骗者之一。他们告诉塞西莉，这个男人是个惯犯，根本不是什么钻石大王的儿子，家族的照片也是 P 上去的，一切都是假的。虽然因为自己的罪行，西蒙被判处15个月的监禁，但由于疫情的原因，仅服刑5个月就被释放。现在的他依然是个自由人，从发布的照片来看，他的生活还是光鲜亮丽，开着跑车，住着别墅，还有美女相伴。
只是不知道这次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聊这个故事的目的也是提醒小伙伴们，类似的感情骗局不仅仅存在于外国的社交软件上，受骗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年轻的女孩子。但凡有情感需求的人，他们都会趁虚而入，凡事多留心，没什么坏处。分析其中的6个心理学效应，也只是帮助大家在恋爱中更好地把控彼此的关系。所以即便你真的学会了，一定要合理运用，切忌模仿西蒙雨露均沾。